顺德人吃鱼的方法层出不穷，千变万化。其中，酿鲮鱼是顺德厨师必学的一道传统菜。要考驗一個順德廚師合唔合格呢，就要睇下佢做呢道菜做得好唔好啦。呢道菜嘅特點係香濃、爽滑、順口。食在廣州，廚出鳳城。羅培之是鳳城順德樂流人，因自小家窮，覺得當廚師能解決溫飽，於是18歲便入職廚師行業。如今已是當地一家著名飯店的總廚。做廚房都係要跟做人一樣，慢慢沉澱同埋積累嘅。不但止廚藝要得，人品都要 OK 嘅。從業20多年，羅培之靠的就是刻苦努力、勤奮好學，才慢慢地走到了今天。我比較喜歡到處串一串，揾到我哋當地嘅食材，做傳統嘅粵菜。作為廚師，羅培之有喜做粵式傳統菜。曾經憑着一道頂骨大鱔，在國家級比賽中獲得金獎。鳗魚切成大小均勻的小段，廣式燒肉爆香，料酒、陳皮增香去腥，用雞湯燜煮，收濃湯汁，放入鳗魚，小火慢浸10分鐘。呢度係我哋廣府嘅順德傳統名菜頂骨大鱔。取出鳗魚脊骨，塞入火腿、竹筍和冬菇，處理好鳗魚，鋪上豬網油，按順序排列鳗魚段，燒肉均勻碼放，淋滿湯汁。好，中火蒸15分鐘就可以啦。而家已經將啲豬網油蒸到溶啦。頂骨大鱔中，魚肉爽滑粘醇，因其吸收了燒肉及豬網油的精華，變得濃香醇厚，配合發菜一起入口，口感層次非常豐富。除了傳統大菜，一些創新的鳗魚菜式，羅培之也很拿手。薑藕做成酸甜口味，與彩椒、洋蔥、大蔥、香菜切絲擺盤，鳗魚切寸條，放調料攪拌，分多次放澱粉拌勻。放生粉分2次或者3次放呢，咁就令到嗰啲生粉慢慢咁滲透落啲肉嗰度，炸起翻上嚟嗰時呢，啲生粉會鎖住啲肉汁。鳗魚炸熟，調好底料，翻炒均勻上碟，撈起七彩鱔柳，食之鳗魚肥美，汁水豐盈，酸甜的薑藕正好解膩。鳗魚與西蘭花、蒜柳搭配，是另一種清新素雅的組合。鳗魚切雙飛片，中間打孔，調味拌勻。蒜柳、胡蘿蔔條串上魚肉，翡翠玉簪鱔，魚肉鮮嫩，玉簪脆甜，西蘭花清爽，三者形雖陌路，卻味在一方，相輔相成。羅培之入門時，師承順德名廚陳德和，在過去的數年間，
他与师兄弟们仍会常常在师傅家小聚，聊家常、谈工作、交流做菜心得。每每此时，罗培之总会和师傅一起下厨炒菜。好，依拜依拜。肥美，咁樣。今日條線都唔會話冧唔少。大家身體健康，杯杯好。桑基鱼塘遍地的顺德，鱼是顺德菜的主打。以精细刁钻为精髓的顺德菜里，几乎每个餐厅都会有几道拿手鱼类菜品。在顺德经营着一间私房菜的秦雨琪，就是一位擅长制鱼的高手。为了取得优质的食材，秦雨琪在离店不遠的地方租了幾畝地作為實驗，開辦了小農場，魚自己養，豬自己餵。呢度都係鯇魚、大頭魚。我哋而家就餵啲青菜，等佢保持到佢魚嘅活力，但係就唔會話會長脂肪。主要分布在珠江水系的鲮魚，是老廣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家魚。普通的魚需要刀工加持才能登堂入室。呢個肯定有㗎啦，就淥親啊、燙傷、戒傷啊、切傷都有嘅。上條魚佢冇穿過，先可以成功嘅魚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你一定要懂得釣魚嘅構造。秦雨琪深知學廚是苦海，卻不知不覺幹了30多載。難得20歲的兒子秦浩賢願意接過衣缽。順德廚師入門的考驗，必須從一條鯪魚開始。傳統的順德老菜，貌似家常，但全部都是易學難精。切薄啲咧，咁剁嘅時候短啲，但係切厚啲咧會有骨樹啊。擅長料理魚的秦雨琪，可以將一條魚演變出多種菜式。著名的均安魚餅，需要將魚肉剁碎後反覆揉打，直到打出筋道來。這時的魚肉富有粘性，看似軟嫩的魚肉，煎出來的魚餅卻有了爽脆的口感。最令人拍案叫絕的豉汁蒸鯪魚鼻，只取魚頭中最嫩滑的魚嘴，用豉汁蒸出醬香，各中細微差別，精明的本地食客總能辨出高下。秦雨琪也在傳統順德菜的基礎上，不斷加入自己的想法。魚骨熬製的高湯煮粥，只取細膩的粥水，加入剔除魚刺的魚肉、瑤柱絲、絲瓜等11種配料，用粥水煮的拆魚羹，就是秦雨琪自創的拿手菜。有冇人支魚腸返嚟？食物是入口之物，秦雨琪很在意街坊的評價，一直堅持自己調味，把一條魚變成一個味道的世界。這是南粵水鄉浸潤出的獨特技藝，也是順德菜的脈絡主線。2020年春節後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餐飲業的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。如何在嚴峻的環境中活下來，是擺在順德大廚梁冠宏面前的一道坎。好在我哋今年嘅國家強大，能夠控制好啲疫情。我哋喺4月份開始就已經思考點樣去經營，吸引啲顧客嚟消費。呢件事真係令我最頭痛啦。進入4月份，各行各業開始了復工復產，
土生土长的顺德人梁冠宏，把在星级酒店当总厨的徒弟林卫敏叫了回来，想师徒联手研究既实惠又地道的套餐。速度係吸引啲客人呢？我覺得而家呢個市勢係要搞個100嘅套餐，100零蚊嘅。咁我哋有生意個名咁肯定以魚為主嘅話，我譬如咧啲魚肉咧，我哋養個涼瓜，魚骨咧熬個湯，跟住做下個過橋嘅蚌仔。而家啲草莓又當季啦，係喎，合適喎，我哋就按呢個方案去推出。順德廚師的手藝以精妙聞名，粗料精做是最大的特色。師徒倆挖空心思，看怎樣把平平無奇的食材搭配出誘人又實惠的套餐。啲魚骨咧一定用滾油咧炸透佢，用嚟咧熬嗰個過橋湯底嘅。林衛民口中的過橋靈感源自於雲南的過橋米線，用魚骨熬成湯底是這個套餐的第一步。嗱，咁啊搞爛咗啲魚咧，炸入嗰隻我哋啲米酒啦。咁咪劈下嗰個腥味。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加入熱水，一定熱水，熱水咧要慢慢漲入去，咁啲湯咧先至可以有乳白色嘅。喺熬呢個魚湯過程當中咧，一定要前程咧開到最猛火。紅哥話啲蚌咧個厚度咧，我哋個湯適宜咧應該係80-90度，燙落去咧個熟度咧又應該比較好啲嘅。80度的魚湯，既不會使蚌肉的鮮度因高溫而流失，又能帶來爽脆的口感。用過橋的方式把蚌肉煨熟，搭配順德傳統隔夜釀苦瓜、改良的草莓咕嚕肉，128元的雙人套餐已經推出，馬上吸引了不少街坊。鮑魚拼鵝掌22蚊一位，因為我覺得依家嘅餐飲行業咁低微，所以我就要諗啲粗料精做、料冧變價嘅食材。平時係喺酒店先有咁嘅消費，喺我哋餐飲有生意，都能夠以親民嘅角度去優惠顧客。守舊初心是老廣廚師必備的殺手鐧。疫情控制趨向穩定，民眾生產生活回歸正常，梁冠宏的餐飲生意逐漸興旺起來。但他依然不敢鬆懈，餐飲一旦出現疲憊期，很容易就此走下坡路。先知先覺的梁冠宏覺得需趕在顧客厭倦前對餐品進行創新升級，否則將無法熬過寒冬。喂，有聲氣。喂，哥哥啊，我2條紅豆魚翻嚟。係。係咪㗎？等咗2個月㗎咯喎，真係有？哦，咁你馬上幫我留起佢，我依家出嚟攞嚇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粵菜廚子世代驍勇，精於烹製棘手食材，如同江湖高手找到勢均力敵的對手一樣。久違的石頭魚讓既是大廚又是老闆的梁冠宏興奮不已。係咪㗎？係，你今日終於揾到2條俾你啦。係啊，因為呢隻魚雖然個外表難睇，但係佢落啲肉質清甜。我哋入行嗰時啲80-90年代經常有呢啲貨。多啦，依家好少，好難捉得到嘅。石頭魚堪稱史上最醜陋的魚，外形怪異，讓人過目難忘。石頭魚身長約30厘米，它通常把自己偽裝成一塊不起眼的石頭，躲在岩礁下，喜歡以守株待兔的方式俘獲食物，靜靜地趴在水底囤養了一身的肥膘。漁民要想捕捉它，只能靠徒手深潛。要想嘗一口這種被譽為深海榴蓮的鮮香，第一步得想辦法先去除其棘手的表皮。紅哥，條雞衣2斤半，啲肉啊有咁多，5-6個人食咧都 OK 嘅。啲肉咧我哋做個過橋魚片，骨咧就係陳皮蒸啦。石頭魚的肉質細嫩，無論紅燒還是清燉，皆鮮美異常。其中最讓人欲罷不能的，要數暗藏在魚翅下肥厚的脂肪香。頭骨南下鹽，
糖、生粉和花生油，反复抓拌至每一寸骨肉入味，再把陈皮丝铺至骨块上，入炉清蒸。赤汤是增鲜提香的妙招，主要材料有鱼翅、猪手、龙骨、瘦肉、鸡爪和鸡块，利用热锅猛火爆香各种材料，再加上水熬煮半个小时，一锅鲜香浓郁的赤汤即可出炉。赤汤进石头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让鱼片来一个特殊的沐浴。鱼肉经过高温鱼汤过桥後，肉質纖維緊密細膩。各位同事，足足揾咗2個月，終於揾到參謝多年嘅石頭魚嘅魚片過橋。哇！我都係第一次食石頭魚喎，係啊，咁你真正品嚐下啦，將舊嘅菜式重新製作過去，介紹俾客人，令佢真正品嚐到我哋嘅傳統菜。居安思危是梁冠宏的常態。從砧板到大廚，再到粵菜館老闆，他的每一次轉身都離不開創新。而石頭魚這種稀少罕見的食材，無疑給了梁冠宏莫大的創作靈感。魚生被譽為順德菜中最為傳統的一道，從其貌不揚的小飯館到金碧輝煌的大飯店，魚生都是菜譜中永不落幕的主角。但隨着環境污染、激素濫用，順德魚生被烙下了不能下口的印記。即使外界這麼認為，但始終影響不了順德人對魚生的熱愛，尤其是根叔，他用盡半生的時間與精力來證明，只要能遵循天然的餵養法則，就能培育出讓人放心的健康魚。新年將至，根叔決定在這一天親手做一份地道的順德魚生給大伙兒應節。順德魚生講究品相，要想魚肉透明晶瑩，每個步驟都不得馬虎。將魚清洗乾淨後，刀工決定魚片的口感，用锡紙吸乾魚肉的水分。放落急凍呢，低溫殺菌，係放喺度呢，咁啊急佢20分鐘到，咁食呢翻嚟嘅口感呢就係香滑爽。在魚片低溫殺毒的同時，根叔開始佐料的準備。順德魚生的佐料不下20種，無論怎麼搭配，這中間少不了的是蒜片、薑絲、蔥絲、檸檬葉絲、豉油、芝麻和指天椒。然後切成薄薄的片，每一片都不超過0.5毫米。順德人不僅舌頭成了精，對食材的運用更是精細。一魚多吃，物盡其用，